你先找到你的黑眼球，然后后面1/3，然后呢，你就顺着你的眼周拉一条平行线出去。一个眼线不容易晕染的一个小技巧，像这样子，是不是很自然呢？你看画了眼线以后，整个眼睛就更有神了。很简单，不到1分钟就画好了。Hello， 大家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新年快乐！很久没有穿着这样中规中矩的跟大家见面了。有在关注我频道，还有认识我的朋友，应该都知道我之前在加拿大当了快6年的香奈儿柜姐，然后香奈儿之前有做过迪奥1年的柜姐，然后之前是安娜苏，然后对我现在穿的就是香奈儿制服其中一件，然后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简单又不容易失败的眼线的画法。好的，那现在言归正传，我们要来讲眼线咯。如果有兴趣看香奈儿制服小开箱的朋友们，请记得看到影片最后，我把它放到影片最后。那今天我们要讲的眼线是这2种，就是目前市面上最常见也最方便使用的眼线笔，一个是眼线胶笔，然后一个是眼线液笔，眼线液跟眼线胶笔。然后市面上还有那种削的眼线笔，像这种，然后或是像那种小盒子的眼线胶都是可以，其实使用的方式都是类似的。那我们今天就针对这2种眼线液做一个解说。我先在纸上讲解，待会再实际操作一次给大家看。所以当你在画的时候呢，你记得你先找到你的黑眼球，你的黑眼球的后面1/3开始画，然后呢，你就顺着你的眼尾拉一条平行线出去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你先找到你的黑眼球，然后后面1/3，然后呢，你就顺着你的眼周拉一条平行线出去。就这样子，然后呢，你就可以，如果你没有画好，施力不对的话，你就来回这样子，来回这样补一下你的粗细，你的颜色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然后你如果要的话呢，你这个时候手就可以拿垂直的，然后用点画的方式填补你的睫毛的间隙。要记得是在睫毛根部的间隙哦，不要画到内眼线，不要画到内眼线白白的那一条，这样子的话你的眼线很容易晕。记得你用点画的方式，轻轻的点在睫毛的根部，睫毛的间隙，然后你的眼睛就会看起来很深邃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很快又不容易失败。那我们现在实际操作给大家看一下吧。首先你画的时候，记得你的手要拿对，你不要这样子90度画，因为你这样90度的话，你看不到你自己的眼睛，所以你很容易失错力或是画错。所以你记得你不要拿90度这样子，你要拿稍微这样子跟眼睛成45度的角，45度的角。然后呢，你不要闭着眼睛画，也不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因为这样子你这样子的话，你看不清楚自己的眼睛睁开了之后眼线长怎么样子。通常你眼睛闭起来画，跟你张开画，你眼睛张开之后看起来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记得你不要闭着眼睛画，眼睛就直视，然后把你的眼线笔跟眼睛这样子拿45度角。这样子拍，看大家会不会看得比较清楚。要拿这样子45度角去画。你看，你找到你的黑眼球的尾端那边，黑眼球的尾端，然后顺着你的眼尾平行延伸出去，找到你的黑眼球的尾端。然后顺着你的眼尾平行延伸出去，然后再把它填满就可以了。这个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不容易失败的眼线的画法，这个适合双眼皮、单眼皮、内双都可以。
你只要画后面1/3就可以了，而且这样非常省眼线液。接下来，如果你要的话，你也可以填满你睫毛的空隙，让你的眼睛看起来更深邃，也可以。这样子就不用画整条线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你的眼线笔就可以拿垂直的，然后把睫毛的空隙填满。像这样子，是不是很自然呢？你看画了眼线以后，整个眼睛就更有神了。很简单，不到1分钟就画好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画一下左边，记得从你的黑眼球，你的黑眼球的尾部1/3的地方开始，沿着你的眼尾平行延伸出去一条线。然后再来回的把它填满，然后看你的眼线你想要粗细，再把它补成你要的样子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画左边的眼线咯。你如果刚开始在画的话，你的手不稳的话，你可以用你的手，用你的手来做辅助。好，再来复习一下，就是你在画眼线了之后呢，你就眼睛要平视着镜子，不要闭眼睛。然后你的眼线笔跟你的眼睛呈45度，不要垂直这样子，因为这样子你看不到你自己的眼睛，你会画坏。你要45度这样子，然后找到你的黑眼球，黑眼球的后面1/3的部分，黑眼球的顶的尾端这边，然后沿着你的眼周平行的画出一条线，然后呢，你再回去把它填满就可以了。那如果要长一点的话，就延伸长一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你画完了之后呢，你可以这个时候你的手就可以拿垂直的了。然后大概你的眼睑就是提一下，然后你把你的睫毛根部把它填满，就这样就变成这样子了，眼线就画好啦。其实不管是用哪一种眼线液、眼线笔，其实它的原则都是一样的。要真的是没有诀窍，那个就是要多练习，然后你要练那个手感，然后让你的手不会那么抖。真的是没有诀窍，多练习。其实画眼线在所有的脸部的彩妆上面，像是画眉毛啊、画眼影来比较的话，其实画眼线真的算是比较简单的，所以大家不要灰心，记得多练习。你也可以画出你想要的眼线的感觉的，真的没有诀窍，就是要多练习。另外一种就是像这种眼线胶笔，然后比较油性的胶状的，然后也蛮好画的，蛮好操纵的，好像这样子。然后你要削的话，像这支是Chanel的，然后你就是这样把它弄出来，然后你要削的话，在尾部这边有个削的，这个，然后你就把它削的尖一点就可以了，然后再放回笔的顶端上面去。这个是我之前Chanel上班的时候的眼线胶笔，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改款了，不知道。这个是防水的眼线胶笔，我觉得很好用，很好画，胶状的。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这种眼线液笔。看它的头很尖，我觉得很好画，很好操纵，粗细可以自己控制，我非常爱用这种。一个眼线不容易晕染的一个小技巧，就是呢，你画完眼线之后呢，你如果有粉的话，粉扑或是蜜粉的话，你在你的眼周跟眼睛底下上了一层粉，这样子轻轻的压，轻轻的压，然后你在你的眼睛下面上一层粉，然后还有你的眼周上面，你画之前呢，你也上一层粉，然后画完之后呢，你也这样子轻轻的上一层蜜粉。好，因为这样子的话，你的眼周不油，比较不容易出油的话，你的眼线就比较不容易晕染。所以要记得你的诀窍就是你上完眼妆之后呢，要记得在你的眼周上一层蜜粉，
好，上一些粉来定妆，这样子你的眼周不容易出油的话，你的眼线就比较不容易晕染。那像是用蜜粉的话也是可以的，就在眼周上一层粉定妆，这样子你的眼线比较不容易晕染。好啦，那这样子就好啦。有没有觉得画眼线很简单呢？大家记得要多练习，你一定可以成功的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子咯，希望大家都有学会这个简单画眼线的画法，还有眼线不容易晕染的一个小诀窍。谢谢大家观看我的影片，如果大家有什么其他想要看的影片之类的话，请留言告诉我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找衣服找得好累，平常应该好好整理衣柜的。好，那这边就是我找到的几件历年来香奈儿的制服，给大家很快的看一下。像这一件，像是那种短版的七分袖的针织的一个上衣。然后也是侧边这边有像一个 Chanel 一个香奈儿的 logo， 然后这一件像是一个 T 恤，一个工作服，白色的，然后也是香奈儿很喜欢做这种七分袖的，我也很喜欢这样子的设计。因为做事起来很方便，然后不会弄到袖口。然后它的两个这个口袋好可爱，左边这边有一个 Chanel 的 logo， 然后这一件有点像是深蓝色的一个毛线衣。扣子也是有些Chanel，然后这一件算是我最喜欢的黑色的一个工作服。那时候公司发了大概5件吧，然后我现在在家上班，大概1到5每天都穿这一件，因为你看它的袖子也是我喜欢的，做事很方便。然后它的两边的这个袖口都有一个 Chanel 的 logo， 两边都有，而且这件穿起来真的非常舒服，我非常爱这一件，而且它很厉害哦，我已经穿了这么多年了，而且几乎每天穿，而且都还是洗的跟新的一样，品质很好。好，大概就是这样子啦。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大家如果想要看我穿这些制服的话，麻烦留言告诉我，我会找个时间拍一集香奈儿制服开箱。